今天是2023年7月13日，现在是伊斯坦布尔时间的晚上8点钟。在6月份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情，其中有一件呢，就是我找到了第一个土耳其的客户，并且成功的签到了第一个订单，所以就是在这里拍一个视频纪念一下。这属于我在土耳其的第3个里程碑事件。第一个里程碑事件是拿到了居住卡，第二个呢是通过了学校的英语考试，第3个就是拿到第一个订单。从去年的10月份到伊斯坦布尔，到今年的6月份拿到第一个订单，也过了大概有8、9个月的时间。这个订单是怎么拿到的？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经验，就是每个人只能赚到自己认知和能力之内的钱。这个就是我拿到这个订单的一个经验总结。我以前在国内做项目的时候，有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项目，就是有一年的客户的工厂失火了，然后呢导致仓库设备都遭受了火灾的损失。然后当时我们的部门的领导，也就是负责我们营销的总监，就和公司商量，在客户受到损失的时候，给予客户最大的一个支持。然后就发生了特别奇迹的事情，从客户着火开始，到我们把设备交完和安装调试完，我记不太清楚了，我印象里边大概就只经过了30多天的时间，就包括设备的发货，包括设备的制造、发货、安装、调试，就已经在平常看来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一个项目就这样完工了。我们平常的项目周期一般需要最快一般需要4个月，这个项目就差不多就是1个月的时间，包括安装、调试都全部的完成。所以在客户需要帮助的时候，能够给予客户最大的帮助，这样才能够得到客户真正的信赖。然后今年的2月份，土耳其发生了7.8级的地震。当时发生地震以后，我就心里边就有一个想法，这么大的地震，肯定这里会有工厂有受到损失，或许他们需要进行设备的恢复，所以就在网上进行了研究。然后潜意识里边有这么一个想法，就是这个地方可能会有我的第一个客户，因为我们的项目呢，一般来说从设计到最终的这个选择供应商，一般周期都需要1年或者是1年半的时间，这个周期特别长。所以呢，在发生地震以后，如果客户有需求，所以就是如果能够在这里联系到客户，或许就会找到第一个公司的订单，然后就歪打正着的，就是联系到了客户。然后联系到客户以后呢，客户的响应也比较及时。
后面呢就是正常的进行项目信息的对接。到达了这个城市以后，确实发现城市的一些建筑有一些在地震里边受到了很大的损失。大概和客户前后只是谈了有1个多月的时间，这个项目就最终的敲定了，然后就和国内公司的同事联系，来这里签合同。最终呢是合同的规模体量还挺大的，后边会涉及到和国内公司的一些商务上面的一些沟通。因为我在这里的话并没有稳定的工资收入，纯粹是一个奖金收入。这个项目等客户的定金打来以后，我会和国内的公司再做一个商务上边的一个沟通，希望能够得到国内公司的一些经济上的支持，让我在这边的市场开发能够没有这么大的压力，因为全部由自己的这个储蓄来开支这边的市场开发，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经济压力是特别的大。我和一些朋友进行视频沟通的时候，我的朋友很明确的给我讲，就是我看着老了很多。虽然本身是长了一个娃娃脸，但是压力的这个原因会导致人的这种样貌会产生一些变化。然后就是希望我和国内公司的交流能有一个很好的结果，能够减轻一些我的经济压力。这个接到第1个项目确实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从我的个人来说，我觉得好像并没有感觉到很高兴，就觉得只是觉得心情很平静，没有因为说得到了一个项目，拿到了项目的奖金而特别兴奋，就是很平常的感觉。可能还是经济压力的原因太大了。行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，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学习，然后通过学习上边的一些知识，能够赚得到大家能够赚到的钱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